老爷子下葬才3天，骨寒未退，你们这就急着要分家，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，早分早利索，省得以后兄弟俩因为那点家底生分。行，你既然把话挑明了，那就说说怎么分。太爷，这事儿我爸妈都商量好了，家里那2条纯种的撵山犬，3片承包的猎山，还有全套的进口铁夹子和套索，这些全归我。全归你？这2条狗和那3片山可是陆家的命根子，折算下来少说也值1万2。叔，杨子马上要娶镇上木材站钱站长的闺女，人家要800块彩礼。是啊，叔，杨子要是攀上这门亲事，咱们全家都能跟着沾光。你们全给了老大，那老二呢？老二从小跟着老爷子钻山，这几片山哪一处不是他踩出来的？老二也有份儿。村东头那间石屋归老二，还有他手里那把老弩，加上那条瘸狗。陆德厚，你这是让人戳脊梁骨！那石屋连个瓦都没有，四面漏风，你让老二去喝西北风？太爷，那石屋地方大呀。再说了，老二懂得知足，对吧？老二，老二啊，妈的心都在滴血，妈知道委屈你了，可你大哥的婚事耽误不得。你从小就懂事儿，你就体谅体谅你爸妈吧。还有呢？啊？什么还有？爷爷治病在信用社借了600块钱，这笔账算谁的？那个老二啊，你大哥要凑彩礼，实在拿不出钱了，这600块的账只能挂在你头上。荒唐！家产全归老大，600块烂账全甩给老二，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。太爷，这是我爹妈定的，怎么能怪我？老二年轻慢慢还，我以后亏不了他。老二你先顶着，催债的来就说分家了缓一缓，你哥以后提携你。缓一缓，信用车3天后就来收屋子，到期不还直接查封。你们让我去哪儿还？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反正山和狗现在是我的，钱站长明天就派人来查验，你别给我扯后腿。行，我背着600块钱的账。哎呦，还是我家老二懂事，妈就知道你最孝顺了。但有个条件，今天当着族长的面，必须立个字据。什么字据？债务切割协议。从今天起，石屋老弩归我，这600块钱的债务由我陆川一人承担。后面还有一句，以后我石屋和老弩产生的所有收益全归我个人所有，跟你们陆阳的名下资产再无半点瓜葛，生死互不相欠。陆川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当着长辈的面咒我是不是？老二，一家人写这种绝情的话，你让外人怎么看咱们家？一家人？刚才分山分狗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是一家人？老二这话说的在理，既然把烂账都塞给他了，总得立个规矩。杨子，写不写字据，那这600块钱的账我不认。老二，你不认谁认呢？我不认。信用沙3天后就会来找责任人，这账是爷爷借的，爷爷不在了，父债子偿，信用沙找不到我头上，就会直接找陆家现在的户主，也就是你大哥。关我屁事儿！账单上又没我的名字。信用社才不管谁的名字，他们只看资产。你名下现在有2条名贵撵山犬，3片承包山，全套进口铁夹，总共价值1万2。只要我明天去信用社声明无力偿还，他们立刻就会冻结陆家所有资产。老二，你不能这么干，你这是要毁你大哥啊！钱站长明天不是要派人来查验资产吗？如果他们看到信用社的封条贴在家，你猜钱站长还会不会把女儿嫁给你？你敢！你那个准岳父要是发现你是个背着600块烂账的穷光蛋，彩礼交不出，山被封了，他会不会当场撕了你的婚书？你那个当站长女婿的美梦，明天早上就会彻底碎成渣！哎呦，作孽啊！老二，你这是拿刀要你亲哥的心啊！杨子，快写，快给他写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写，别耽误了你和钱家千金的亲事。陆川，算你狠！你给我等着！债务切割，以后你就算饿死在街头，也别来找我借1粒米。放心，我陆川就是饿死在山上，也不会踏进你家门槛半步。老黑，咱们走。陆川，你把门开开！大半夜的，你翻墙过来干什么？你爹要是知道了，非打断你的腿。打断腿也比你饿死强，冻死我了！赶紧把门关上。快吃，我刚从灶房偷出来的，还热乎着呢。若竹，我不饿，你拿回去。放屁！你中午在堂屋被逼着净身出家，连口水都没喝，你能不饿？吃！我都听说了，你大哥不是个东西，你爹妈心偏到哥拉窝里去了。600块钱的烂账，他们也真好意思往你头上扣。字据已经签了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600块呀！3天后信用车的人就来收屋子，你拿什么还？拿你的命换吗？诺，这是我从小攒到大的私房钱，总共31块5毛，你拿着。你干什么？跑啊！你傻站着等死吗？趁着今晚雪大，你带着老黑往南边走，
30块钱够你买火车票跑到南方去了，找个工厂干活，再也别回这个吃人的地方。我跑了，这账就成死账了，我成了老赖，一辈子回不来。回来干嘛？回来受你大哥的气。爷爷的坟在这里，这是爷爷留给我的食物和劳弩。我要是跑了，就等于认了输，等于告诉所有人，我陆川就是个连祖宗家业都守不住的废物。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？你逞什么能？若川，把钱收起来，3天后你来食屋门口看着就行。看着你被信用社的人扫地出门，看着你大哥站在旁边看笑话，看着我怎么把这600块钱甩在他们脸上。陆川，你真是个倔驴！我不理你了，你爱死不死！放心，我死不了。爷爷，你临走前紧紧抓着我的手，让我一定要把这把弩要过来。你到底留了什么话给我？果然有东西。川儿，爷爷知道你爹偏心，也知道你大哥贪财，这陆家的东西他们早晚要败光。你是陆家最敬畏大山的孩子，爷爷把这条绝路留给你。记住，断魂宴的路只有心诚腿勤的人才走得通，贪心的人山不养的。列净图，雪里南坡，绝壁窄径，只能容一个人贴墙过去，带不了骡马，带不了大队伍，轻身徒步才能走。麝香占群的巢穴，还有野生百年参的窝子。原来爷爷瞒着所有人，在雪岭深处藏了这么大一座金山。老黑，你以前跟着爷爷走过这条路，对不对？大哥以为占了山和狗就能掐死我，老弩才是开雪岭的钥匙。禁用社3天后早8点收房，还剩不到60小时，60小时够我闯雪岭。3天后我砸烂他的算盘。爷爷，你看好了，陆家的根断不了。你疯了？大半夜站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就猜到你要偷跑。昨晚你摸弩箭的声音，隔着墙我都听见了。赶紧回家，天亮前我要赶到山脚。陆川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你一个人进雪岭就是去送死。让开，这是我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你要是死在里头，连个收拾报信的人都没有。你别乱叫，你爹要是知道了，非把你打死不可。我不怕挨打，我只知道，我不跟着你，你就没命回来。进山不是闹着玩的，里面没吃的没火，随时会冻死。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我也是猎户家的女儿，我5岁就跟着我爹下家子，我认路比你差吗？那是雪岭，不是你家后山。雪岭怎么了？我爹说了，遇到绝路，2个人总比1个人强。我不拦你发财还债，但我必须跟着。跟着可以，一切听我的。你要是不听话，我立刻赶你走。行，都听你的，往哪儿走？跟紧我，老黑带路。怎么不走了？直接跨过去啊！这冰看着挺厚的。看着厚没用，下面有活水。你看，砸不透，能走。冰层薄了啊！退回去。这么急的水，要是掉下去就冲跑了。走冰面行不通，必须涉水过去。涉水？这水冻骨头啊，走过去腿就废了。绕路要多走大半天，天黑前赶不到绝壁，我们就冻死在林子里。没别的路。你要是怕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谁怕了？我卷儿还不行吗？过来，抓紧我的皮带，千万别松手。跟上，踩着我踩过的地方。好冷！别停下，越停越僵，往前走。陆川，水太急了，我站不住了。抓紧，抓紧！别松手，我挡在前面，你贴着我走。冻死我了！不能在这坐着，风太大了。走，去那块大石头后面。手给我，搓一搓就热了。你自己也冻得发抖，别光顾着我。好点没？还有没有知觉？我才没冷，我有知觉。别逞强，赶紧把鞋穿上，脚趾冻掉就麻烦了。走，天亮透了，前面的路更难走。老黑迷失方向了，雪太大，掩盖了气味。这雾越来越浓了，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。
图上画着一条干涸的山沟，我们应该顺着沟走，但我找不到沟口。别看图了，看树。什么意思？我爹教过我，山里的老树朝北的那一面不见太阳，容易长后苔藓；朝南的那一面树皮干，颜色浅。等等，不对劲！怎么了？遇上野猪了？你看那棵树的树杈上是不是挂着什么东西？看着像是个鸟窝，或者是烂木头。这么冷的天，没有鸟在这里筑巢，那个位置太显眼了。果然是。这是谁刻的？是我爷爷，这是他当年走山留下的暗号。图上没有画，只有到了跟前才能看见。你爷爷真厉害，在这么大的林子里还能留记号。陆川，我一直想不通，你爷爷既然知道这里有宝贝，为什么他自己不挖出来？爷爷走山有个规矩。什么规矩？进山先敬山，贪心的人山不养。川儿，这山里的东西是活的，你拿一点儿，山神爷赏你口饭吃。你要是想连根拔起，山神爷就要你的命，懂吗？爷爷当年发现了张子平和野山参，但他只拿了够治病的钱，剩下的全留在了山里。难怪你爷爷要把路藏得这么深，要是让你大哥知道了，他肯定要带着人把山给搬空。所以爷爷把路选在了这里。这条路只有凭着2条腿和一把老弩才能走通。大哥那种人，整天想着带骡马驼队进山，他这辈子都过不来。你爷爷没看错人，你比你大哥强100倍。少废话，留着力气赶路。爸，您看这片向阳的山坡，雪化得快，野鸡野兔最喜欢来这儿觅食。杨子，这片山是不错，但光有山不行，得有真家伙。你那套进口夹子呢？快把家伙亮出来给爸看看。爸，您看这弹簧力道，野猪腿都能夹断。等开春，我把3片山全下满套。不错，我看这一趟下来能套不少好货。爸，我都算过了，连皮带肉卖给供销社，1月凑够800彩礼，绝不让您闺女受委屈。算你小子识相，我就喜欢你这股子狠劲儿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能搞到钱就是本事。那是，我可不像我那个窝囊废弟弟。听说昨天你们分家了，你把你弟弟赶到村头的破石屋去了。爸，您这话说的是他自己愿意去的，他还背了信用册600块的账呢，说不定过2天信用册就把他扫地出门，连镇子都待不下去。活该，没本事的穷光蛋就该滚出青石镇。爸，您慢点，这雪路滑。这就是绝壁入口。我的天，这也叫路？这根本没法走，掉下去连骨头都找不到。陆川，这太危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信用社的人还在等着收我的房子，我没有退路。听着，天黑前必须过去。一旦到了夜里，岩石表面结冰，只要脚下一滑就是死路一条。你把绳子绑我们俩身上，我要是掉下去了，会把你一起拽下去的。那就一起掉下去，绑上，走。把绳子另一头绑在你腰上，打死结。陆川，这绳子要是断了呢？或者我掉下去连累你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爷爷能走，我也能走，你抓紧岩壁就行。听好了，左手死死扣住石缝，右脚先走，眼睛只能看着前面的石头，绝对不往下看。我知道。老黑，你走最前面，过去等我们。我先上，绳子绷直了，你再跟上。陆川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腿抽筋。憋回去，这时候抽筋就是找死。睁开眼，看前面，石头太滑了，根本抓不住。扣进去，把手指头抠破也得抠住，别停下，稳住底盘，贴死在墙上，别让风钻进衣服里。前面这块石头凸出来了，你过的时候肚子收紧，别被顶出去。我记住了，你慢点儿。把手给我，我拉你过来。石头碎了，抓绳子！陆川，救我！两手抓住绳子，脚踩着墙往上爬。墙太滑了，踩不住啊！踩不住也得踩。你不是说你不会死在这儿吗？给我往上踩！1、2、7。我以为我死定了，我差点连累你。闭嘴，留着力气。你的手流血了。没事儿，破点皮。别废话，天快黑了，这路还剩最后一段，再
走。破皮能流这么多血，你疯了！爷爷涂上画了，出了窄道，往前走200步有个山洞。我走不动了，我腿不是我自己的了。站起来，在外面待半个钟头，咱们俩就冻成冰棍了。找山洞，老黑，闻闻有没有干木头的味道。找到了，就在这儿，钻进去。爷爷当年留下的干柴还能用。我来，你别动。坐过来点，烤火。你的衣服在河里就湿透了，刚才又出了大汗，现在全结冰了。你不脱下来会生病的。没事儿，我脱了衣服，里面就一件单褂。你让我光着膀子在这坐着，谁稀罕看你？你脱你的，我也要把外衣脱了烤干。刚才吓出一身冷汗，里衣全湿了。刚才在悬崖上，你怕死吗？怕，我怕得要命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我爹了。我大哥连这个路口都不敢来，你比他强。你少提你大哥，他那种只认钱的人，这辈子也别想找到这里。要是他知道这洞是你爷爷找的，估计又要去镇上吹牛了。他永远别想知道，这是我的地方。把手拿出来。烤你的火。我让你拿出来，这叫破皮，你骨头都快露出来了。男人留点疤算什么？过2天就好了。别动，伤口进了脏东西会烂掉的。你干什么？这布料贵着呢。洗干净，忍着点疼。我不疼，你别费劲了。闭嘴！你再说话我就勒死你。陆川，你欠我的东西你还记得吗？你的30块私房钱我没要。谁跟你说钱了？那是什么？上次赶集，你说发了工钱请我吃镇上那家最贵的羊肉热汤面，结果钱被你大哥抢去用了。你欠我1碗面，等回去了你把钱还了，房子保住了，你欠我的这碗热汤面可别赖账。记得，我没忘，不赖，一定带你去吃，加2份肉。这还差不多，我睡会儿，太累了。睡吧，我守夜。翻过前面这个山脊就是张子平。天亮了，火都灭了。走，天亮了，该干活了。真有张子权，你爷爷这图神了，能打几头？风往南吹，他们在上风口，闻不到咱们。你带着老黑绕到那边的灌木丛后面。我去赶他们，你在这边下套子对不对？张子胆小，受惊了只会往一条道上跑。你等我大手势再动。嘿，往那边跑！打中了，2头带香的公章子。这麝香包好大，供销社肯定出高价。别愣着，图上标了这附近有野山参。老黑刚才就在文地了。参，真的是参，看这芦头，年份不小。慢慢剥，别弄断了根须，断一根价钱掉一半。爷爷没骗我，这山里真能救命。陆川，咱们发财了，你不用被收房子了。换我背一会儿吧，你手本来就受了伤。不用，你背不动，这路滑，摔一跤骨头就断了。喝口水，马上就到镇上了。赶在中午前到。哟，这天寒地冻的，还有人进山呢。看货，开价。这是野生公章子，这麝香包长得真好，一点没破。百年参，这品相你们从哪个深沟里挖出来的？别问出处，算算能给多少钱，我急用。这是特等品，这参也是好东西。2头章子的肉，连皮带骨头，再搭上这2株参，我给你这个数。300块，你抢钱啊？这可是百年野山参。姑娘，300块不少啦。若图，拿上东西，我们去县城找大药房。哎，小兄弟脾气挺大呀。350块，不能再多了，我这也得留点赚头，对不对？350块，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还是不够，差250。王主任，您这是准备去村东头收我那个弟弟的房子？你们家这事儿办得不地道，600块烂账全推给老二，
拿不出钱就只贴封条。哎，我这个弟弟不懂事儿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。您该封就封，我劝他也不听啊。老二啊，你赶紧给王主任服个软，妈回家给你再柴房腾个地方，你总不能冻死在外面。房子马上就要被封了，你现在求我也没用。还钱。350块，你从哪弄来这么多钱？钱干不干净你验，我就问你，这首期款还上，房子是不是能缓一缓？按规矩还了一半以上可以宽限，剩下的250块1个月内一分不少全给你补齐。陆川，你给我站住！350块，你进了一趟山，弄了350块，你到底找到什么路子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老二，你是不是偷了哪家的东西？你可不能干违法的事儿啊！老二，你真找到了老太爷当年留下的金山？我没偷没抢，我凭自己双手赚的命钱。你放屁！这山里的好货早就被打光了，你肯定是摸到了学林里面的门道。老二，咱亲兄弟，你发财可别吃独食，告诉我路子，咱俩平分，我多给你分点。陆阳，3天前按手印的债务切割忘了，实无老弩的收益全归我，跟你没关系，生死互不相欠。那是当时在气头上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还能真不认我这个大哥？从你逼我背600块烂账那天起，我就没有大哥了。爸妈，以后别来找我，免得我连累你们判高枝。方经理，您怎么亲自下乡来了？我在省城接到消息，说青石镇这边出了特级的野生香包，货呢？您长眼，今天刚收的，顶级货，一点杂质都没有，放血的手法非常专业。这货是谁送来的？就是镇上一个穷小子，叫陆川，好像是个猎户家的老二。货我收了，你去给我打听清楚，这个陆川住在哪儿？能打到这种成色货的人，绝对是个懂山的高手。我需要长期的稳定供货商，他手里的资源能帮我打开整个省城的市场。先吃饭，今天可算出了口恶气。你大哥在信用车那个脸比吃了屎还难看。债还没还清，我还差250，我得尽快再进一次山。那明天就走，反正路都熟了。走不了了，你看，爷爷这根弦老化了，今天强行拉满射那头章子已经到了极限，再拉一次弦就会断，弦断了，这把弩就成了烧火棍。那怎么办？没有弩，咱们进山连只兔子都打不到。不止弩弦，今天下的钢丝套索也崩断了2根。我那点家底全拼光了，明天必须去集市买最结实的钢丝做弩弦，还要买新套索、铁丝、盐巴，不然进不了山。这好办，镇上李铁匠那里有的是铁丝和钢丝，明天一早我去买。希望顺利。我总觉得大哥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。爸，您是没看见，陆川那个混蛋从怀里掏出350块钱甩在桌子上，一打大团伙，他才进了一趟山。慌什么？山里有东西，跑不了。怎么能不慌？那钱本来全该是我的，再让他进去2趟，他就翻天了。翻天？在青石镇，他翻得出我的手掌心吗？爸，您有办法治他。他想进山，光靠2条腿不行，他得带干粮，得带盐巴，他得买新套索，还得买铁丝做弩弦。对，今天在信用车，我看见他那把老弩的弦都快磨断了，套子也用了不少，他肯定得去集市补货。只要他得买东西，这就好办了。我去打个招呼，整个青石镇的商铺，到时候就没人把东西卖给他了。还是您厉害，绝了！爸，您这一招绝了，我看他怎么进山。等他想通了，自然会把那条路的信息说出来，到时候山里的资源就归我们俩了。李叔，我要20米最细的钢丝，再打10个金刚的弹簧套子。不卖不卖，今天没开张，你走吧。钱我带够了，现款不欠账。陆老二，你别难为我，不是我不卖，是我不敢卖。谁拦着你赚钱？钱站长放了话，卖你1根铁丝，我这铺子明天的木炭就断供，全镇人都收到信了。你赶紧走，别连累我。别过来，店里没盐，没干粮，什么都没了。我看你柜台上摆着一堆盐包，那是别人订好的，反正不卖穿。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自己回去想办法吧。陆阳，你长本事了。钱包里那个老混蛋，他不得好死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把我爹叫到木材站去了，拍着桌子警告我爹，说要是敢偷偷接近你，连我家过冬的木炭都停了。我爹是个软骨头，回家就冲我发火，把我锁在屋里。你怎么出来的？翻窗户出来的，这是我从我家猪圈门上拆下来的铁丝，你拿去用。不行，锈得太厉害，做弩弦拉不满就断了，做套索连只野兔都套不住。那怎么办啊？镇上的人都不卖你东西，连1包盐都不给你。大哥这是要彻底掐死我。
没装备，没吃喝，咱们明天怎么进山？还差250块钱呢。时间一到，这房子就真没了。总有办法，大不了我拿这把刀进去。你疯了？拿短刀去雪岭深处，你连外围的狼都打不过。老二啊，妈给你拿了点棒子面，这大冷天的，别饿着自己。有事说事儿。老二，镇上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，杨子做的是有点绝，但那也是为了逼你回头。回头把命给他。你这孩子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杨子说了，你告诉他打猎的位置，他立马让钱站长撤飞杀令。对呀，你哥带人出货，卖了补上你那250的窟窿，他搬空山娶站长闺女，你们让我把命换在金山拱手送人，心里还有我这个儿子吗？你哥要成家了，你当弟弟的让着点怎么了？他以后发达了还能不管你？婶子，有你们这么偏心的吗？陆川拿命从绝壁换回来的东西，凭什么给他大哥？大人说话，你个外星丫头插什么嘴？若珠说的对，想知道位置，去问陆阳。雪山里坡那道悬崖窄缝，左贴截壁，右临深渊，刮风连石头都站不住。他敢走过去，我双手封上图纸；不敢就滚远点。悬崖窄缝，你走的是那种绝路？别在这吓唬爸妈了。什么悬崖绝路？你一个穷光蛋都能走，我雇10几个壮汉怎么就不能走？老二，别嘴硬了，你现在就是个废人，没铁丝，没干粮，你就在这破屋子里等死吧。看到没？100块，只要你把那张地图交出来，这100块立刻归你，剩下的账以后我再慢慢帮你还。100块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陆川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告诉你，没有我的同意，青石镇连一只苍蝇都不会飞进你这破屋子。你今天不交也得交。陆川，这口气咱们咽不下去，我今晚去偷我爹的存折，去县城给你买钢丝。不用，去县城来回得2天，来不及。老天爷！汽车，4个轮子的铁皮车，这声音真响，是县里的大官来了吧？快准备倒茶，这肯定是县里下来的领导。爸，咱们去迎迎，要是能跟这车里的人搭上关系，咱们在县里就横着走了。那个方向是陆川的破石屋，走，跟我去看看。你就是陆川？你是谁？这是你昨天在供销社出手的鹿茸，放血干净，香囊完整。我跑遍了全省，这是我见过成色最好的野生鹿茸。我是县药材公司的经理方锦秋，我来找你谈笔大买卖。我现在没有货，也进不了山。我打听过了，你得罪了镇上的地头蛇，买不到后勤物资，被人掐住了脖子。既然你知道，那你还来干什么？老赵，卸货。这是进口钢丝，比李铁匠的粗2倍。你什么意思？整个青石镇不卖你东西，我来提供。从今天起，你进山需要的所有装备，不管多贵多难弄，全包了。但我只有一个条件，你以后从山里带出来的每1两野生鹿茸，每1株野山参，只能卖给我，我按省城最高价收，独家供货。成交。进口套索，登山绳，这加起来得好几百块钱，你个穷鬼哪来的钱？哎呀，这位女同志，我是咱们镇木材站的站长钱茂黄，您这是打哪儿来呀？这穷小子是个无赖，您别被他骗了。你就是那个下令封杀陆川物资的人。误会，这是我们镇里的内部管理。您要是需要什么山货，找我呀。我们木材站人多势众，随便派几10个人上山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就凭你，几10个人踩烂了半座山，能找到1钱顶级鹿茸吗？听清楚了，陆川现在是我方锦秋唯一的独家供货商，我只和有本事的人做生意。你算哪根葱，也配过问我的货？你知不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？怎么，你一个小小木材站长，还想扣我的吉普车不成？你可以试试看。看看明天县里的批文会不会直接下到你办公桌上。你说话，你不能让他们这么嚣张。好东西，比李铁匠的强100倍，射程起码多出30米。这个方老板真是雪中送炭，现在干粮管够，绳子结实，咱们进山就不用怕了。别人给的永远是别人的，只有自己手里有钱，腰杆才硬。还剩20天，差250块。放心，这次咱们有这么好的装备，肯定能打到更多货，一次就能把债全平了。我这就回去准备。明天早上老地方见。铁丝，什么铁丝？知道了。老黑，明天的路我们要往更深处走了。这进口干粮就是好，这么一小块顶得上咱们3个大烙饼，一点也不占地方。把盐巴分开放，别受潮。我的天，箭头全扎进去了，这要打在野猪身上也能戳个窟窿。方老板给的这东西真神了。这次不用省力气，这弦拉满50次也不会断。老黑，今天吃顿好的。
一会儿进山好好干活。走吧，我今天要把上次受的罪连本带利全讨回来。跟紧我，今天咱们走快点。又要下水，我这腿现在回想起来还抽筋呢。今天不用下水，退后点。绷直了，你先过。怎么过？爬过去？绑在腰上，双手抓住主绳，身子挂在下面，两手交看换位往前挪。好，就算手滑了，锁铐也会把你吊在半空，掉不进水里。这绳子扯不断，不用怕。我不怕，上次是没底，这次我有底了。老规矩，左手抠缝，右脚先走，不许往下看。我自己绕过去，你别拉我。过去了。干得好，跟上。没章子了，上次被咱们吓跑，估计不敢回这片了。爷爷的图上这只是外围，越过这个坡，再翻2道山梁，这里有个标记，叫药王沟。药王沟，听这名字就有大祸。图上标了5个红点，说明那里的獐子群起码有20头以上，而且沟底常年不见太阳，是出百年老参的好地方。那还等什么？今天咱们把方老板给的袋子全装满。老黑，带路，往药王沟走。停，有动静。好大，比上次那2头大多了。沟底地形窄，只有前后2条路，前面是死胡同。你拿着这5个，绕到左边的树林里，看到那2棵挨着的大松树没？把套子全下松树中间的空地上，用雪盖好。我懂，那是他们的退路。我去右边下套子，等下好套子，你带老黑去死胡同了吹哨，你就拼命敲着树赶他们。你还射死2头，一共5头，全是大货！快放血！这下咱们发大财了。先别高兴，别乱动，我来。是参吗？极品老山参，炉头比上次的大1圈，看这纹路，起码上100年了。真的？我听我爹说，挖这种老参得绑红绳，不然参娃娃会跑。那是唬人的，绑红绳是为了做记号，怕挖的时候碰断了根须。太漂亮了，这须子一根都没断，这能卖多少钱啊？够还咱们所有的债，还绰绰有余。陆川，你看那树上是不是灵芝？是野灵芝，我上去摘。差不多了，再待下去会冻死。今天就到这儿。叔公，回山洞过夜。吃点，热的。真香。上次咱们在这个洞里，连衣服都湿透了，差点没冻死。只要有了本钱，路就好走。今天的山货：3株老山参，3朵野灵芝。方老板说按省城最高价收，咱们这次最少能卖1000块，不，1500都有可能。陆川，咱们把那250块欠款还了，你手里还能剩下一大笔钱。你打算干什么？买几亩好地，还是翻新那个破石屋？翻新石屋，买2杆好枪。这山里的东西，靠老弩已经快压不住了。你就只想着打猎啊？不打算成个家什么的？我好困，我睡一会儿。你后半夜叫我，我换你守夜。你睡，我不用你换。陆川，你以后进山不许丢下我，每次都要带上我。都带上你。终于出来了，我感觉我这2天把半辈子的路都走完了。怎么了？有狼？是大哥的人，我认得那件灰棉袄。那是木材站的装卸工。你大哥派人来跟踪咱们，他是不是发现了咱们进山的路线？他就算盯出了路线，也没那个胆子进去。老天爷，全是带香的大货，刀口干净，香囊饱满，一滴鹿茸都没漏。还有这个，你真进了雪岭深处，这种成色的老参只有不见天日的深沟里才有。货在这儿，按规矩给钱。痛快！我就喜欢跟你这种人做生意。5头特值大货，3株百年老参，3朵野灵芝。这是3000块，3000块太多了，行价没这么高。我要加码，省城几个大客户点名天价，这3000块你的特值大货，以后你打出来的货我全包了，价格永远比行价高2成。行，以后我只供你1家。合作愉快，我下个月初再来收货。走，去信用社。
陆家老二，你那250块的欠款还有半个月才到期，你来早了吧？今天结清。我的天，你又进山了？点钱，把我的欠条和房契拿出来。这就办，钱清了，以后你跟金融社两不相欠，这实物彻彻底底是你自己的了。还清了，真的全还清了。以后谁再拿欠债说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让你爹顶他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大哥，我跟到了，我全看清了。他们从哪座山出来的？快说！雪岭，竟然真的是雪岭！老头子以前喝醉了就念叨，说雪岭里有金山，我以为那是他吹牛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大哥，雪岭那么大，咱们哪知道他们走哪条道啊？你懂个屁！陆川就是个莽夫，他能找着路，肯定是靠爷爷留下的东西。那把老弩的枪肚下面有个暗槽，我小时候见过爷爷往里面塞纸条，地图肯定在里面。找到了，果然没带在身上。药王沟张子峰，这么多红点，这全都是钱啊！北坡这里画着大缓坡，一路平坦直接通向药王沟。陆川这个蠢货，放着北边的大缓坡不走，非要去南坡爬悬崖，他就是想吃独食。怎么不开门？有人进去了。土被动过，这很反了。谁干的？是不是你大哥派人来偷了？完了，路线被他拿走了。他要是带人抢在咱们前面进山，把药王沟搬空了怎么办？图没丢，他只是抄了路线，不对，他抄的是北坡路线。北坡？北坡不是大缓坡吗？咱们为什么不走北坡？爷爷说过，雪岭北坡是常年背阴面，只要走错一步或者声音大一点，整座山的雪就会塌下来，那是雪崩的死地，谁进去谁死。你大哥不知道这个，他肯定以为北坡好走。陆阳，你给我出来！哟，陆大财主怎么有空来我这破地方了？昨晚你去我屋里了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抄走北坡的路线了。是又怎么样？那图是爷爷留下的，凭什么你一个人独吞？我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天经地义。陆阳，你听清楚了，雪岭北坡不能走人，北坡是背阴后面，底下全是冰川缝隙，只要马一叫或者踩空一步，就会引发大雪崩。陆川啊，陆川，你为了吃真是什么谎都编得出来，编雪崩，你怎么不编里面有妖怪呢？我没骗你，那条路就是送死，你别拉着别人给你垫背。陆阳，你是不是猪脑子？你弟弟要真是为了吃独食，他根本不会来找你，他来劝你是因为你带了那么多无辜的村民。兄弟们，我这弟弟就是见不得咱们发财，你们信他的还是信我的？陆阳，良言难劝该死鬼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出了事儿别来求我。我求你，我带回来的金子能把你砸死。滚出我的地盘！兄弟们，这钱是定金，每人先拿20，马夫拿30。杨哥大气，咱们明天跟着你把雪岭铲平了。这几匹马能驮几百斤货，咱们一趟就能拉空一个山口。杨子，这才像干大事的排场。老二呢就是小打小闹。爸妈，等我明天带着大货回来，钱茂林的800块彩礼算个屁，我直接把彩礼砸他脸上，让他跪着把闺女嫁给我。妈等着那一天，你可得多带点好东西回来，压死老二那个不孝子儿。老二走他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桃，北边的大缓坡我走定了。杀人云，陆川，这天怎么黑成这样？这气压低得我胸口发闷。这云不对劲，爷爷说过，断魂岭只要出现这种铅块一样的云，就是要下大暴雪。下暴雪，咱们今天就不进山了，在屋里歇一天。我们不进，有人进。谁啊？我大哥，他昨天雇了10几个人和驼马，今天一早就要去断魂岭北坡。这种天去北坡，那不是去找死吗？北坡是个大峡谷，两边直上直下全是石头墙，峡谷口是一个漏斗地形。这种云一照下来，峡谷里立刻就是狂风，风在漏斗里转圈，出不来。风大点，顶多就是走不动路，还能死人吗？你不懂，峡谷顶上全是悬空的厚雪，风一吹，骡马再一生惊乱叫，顶上的雪就得全塌下来，那就是活埋。我得去拦住他们。拿好，这是你的那份。到了山里听我指挥，谁装的货多，回来我再加10块钱。大哥你放心，咱们这12号人加上8匹骡马，就算那山神爷拦路，咱们也给他推平了。跟着杨子吃香喝，大伙多吃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进山。杨子出钱大方，大伙可得给他下死力气啊。杨子，人多势众，进去多带点防身的家伙，早去早回。爸，你就在家等着吧，今晚我就把东西拉回来，都装好马鞍，检查马绳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
站住！陆阳，给我站住！陆老二，你大清早跑这儿来发什么疯？你抬头看看，那是杀人云。今天北坡绝对有大暴雪，不能进山。下个雪怎么了？断魂岭哪天不下雪？我们带了厚衣服，冻不死。北坡峡谷两面是陡壁，那雪全挂在几十米高的石头上，只要风一灌进去，罗马一乱走，顶上的雪层就会断掉，雪崩下来，你们连跑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少给老子在这里放狗屁！你就是看我找了这么多人，你一个人吃独食习惯了，见不得别人也发财。我昨天就警告过你，北坡是死地。我这不是挡你发财，我是在救这10几个人的命。哪来的毛头小子？我们拿了钱就是去干活的，你挡着我们干什么？滚开！你们要钱不要命了，进了那条沟，你们就别想活着出来。老二，你这大清早的咒你大哥死，你这心怎么这么黑？你赶紧给我让开！你大哥干正事呢，你是不是见不得这个家好？爸妈，那云已经压到山顶了，气压这么低，进了山就是活埋，你们要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？给我滚远点！陆阳，你是不是个人？他好心跑来拦你，你还打他！你非要去送死你就去，死了别怪没人给你收尸！丫头片子，嘴巴放干净点，等老子带着满车的好货回来，让你们红眼病发作！兄弟们，走，进山！陆川，你该说的都说了，你拦了3次了，他不听，这是他自己选的路。大哥，这雪太深了，没过膝盖了，马走得太慢。别废话，拿铲子在前面开路，涂上画了，穿过这条沟就是药王沟。杨哥，这风怎么打转啊？吹得我眼睛都睁不开。都把领子竖起来，快点走！马不肯走了，他在害怕。大哥，你往上看，陆老二说的好像是真的，那顶上的雪太多了，这要是掉下来，咱们全得盖在底下。杨哥，这钱我不挣了，这地方太邪门了，我要回去。回去！你现在跟我说回去！钱，老子有的是钱。走过这条沟，前面满地都是人参，一人再加50块，谁也不许退。拼了！大伙儿加快步子，赶紧走出这条死沟！大哥，看不见路了，前面的雪把石头堵死了，拿铲子挖，马往前赶。啊！我的腰断了！什么声音？雪崩！全死了，全没了！救命啊！救我！谁来救救我！救命啊！死人了，全盖在底下了！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跟着陆阳进山了吗？塌了，全塌了！北坡雪崩了，几十米高的雪拍下来，连人带马全没了！我的老天爷，咱们真去了12个人啊！就剩我们俩在最后面捡了条命，剩下的人全被埋了。救我！我的儿啊！杨子，杨子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右小腿骨头全碎了，命保住了，但这腿算是彻底废了。废了，以后只能当瘸子了。能活下来就是老天保佑了，你还有空管瘸不瘸？陆阳，你个挨千刀的，你还我男人的腿！我家那匹大骡子值200块，被雪压成了肉泥，你拿命来赔！我儿子现在还没出来，你们一家必须给说法！乡亲们，别逼了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呀！少废话，赔钱！这12个人的医药费、重伤误工费、5匹骡马的钱，李大夫刚算了，最少要1800块，少一分我们就把这宅子拆了。1800，把我们全家卖了也不值这个数啊！我没钱，我真没钱了，定金全发给你们了。没钱就砸，把值钱的都赔。爸，你来了！爸，
爸，你救救我！他们要逼死我！你借我1000块钱，我以后当牛做马还你。谁是你爸？别乱攀亲戚。爸，我跟小玉下个月就要定亲了啊！定个屁！我闺女清清白白，能嫁给你这个欠了满镇人民账的穷光蛋？都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陆阳跟我钱家跟木材站没有半点关系，婚事彻底作废。不，你不能这样！你当初说好要把木材站交给我的，那是你完好无损，能带回金山的时候。现在你就是个分文不值的瘸腿废物。你要是敢在外面再打我木材站的旗号，我让你在这个镇上连口水都喝不上。陆川，镇上的动静听说了吧？听说了，他自己找的。家属逼着陆家赔钱，他们倾家荡产也赔不起，相关人员已经介入了，让陆家变卖所有资产抵债。今天下午在村委大院公开张榜转让。哼，他们家还有什么能卖的？就那间破瓦房？瓦房卖不了几个钱，他们要卖的是你爷爷留下来的底子，3片承包猎山，还有那2条正值壮年的纯种撵山犬，加上全套铁夹和大型陷阱。他们连猎山和狗都要卖。你要做大，光靠2条腿和一把老弩是不够的，你需要那3片猎山和猎犬。本村猎户有优先购买权。我去买，这些东西本来就不该属于他。陆阳，这3片猎山和2条狗，抚账费800块，你按个手印，钱直接给那些重伤家属。不能卖，这是我立身的本钱啊！不卖你就得去坐牢，赶紧按！慢着，我是青石镇的猎户，我有优先购买权，这800块我出。陆川，你来看我笑话是不是？你休想拿走我的山！你的山，1个月前在这间院子里，爸妈把这些东西全分给了你，把600块烂账和一把破弩扔给了我。这2条狗是我从小喂大的，这3片山头是我跟爷爷一脚一脚踩出来的。你懂打猎吗？你配拥有它们吗？你现在我用我挣的命钱，堂堂正正把它们买回来，谁也拦不住。陆川出价，合情合理。陆阳，按手印吧。剩下的400块分2年还清，每个月给钱，不给就来搬你家砖头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咱们家彻底垮了。报应啊！这是老天爷在惩罚咱们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被迫杀人云，他没骗我，他真没骗我。你们干什么？老二，妈求求你了！老二，你帮帮你大哥吧！起来！你不答应，妈就死在这儿！我让你们起来！进屋，别死在我门口。喝水，暖暖身子。老二，爸知道以前对不住你，有事说事儿，别扯以前。你大哥的腿断了，站长家把婚退了，他现在是个废人。那帮家属天天堵在门口骂，家里能砸的都砸了。老二，你大哥要是翻不了身，这辈子就彻底毁了呀！他毁了，关我什么事？他是你亲哥呀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啊！1个月前，你们把所有的家当都给了他，你们把我赶出家门，把600块钱的烂账摔在我脸上。那时候你们怎么没想过打断骨头连着筋？爸老糊涂了。爸偏心，爸给你认错。别来这套，说吧，差多少钱？罗马的钱还差400，医药费还差200，还有你大哥治腿的钱，得去县城大医院，还得300，加起来900块。你们想让我拿900块钱出来？镇上都传开了，你今天花了800块买山头，你手里肯定还有钱。你那个女老板那么有钱，你找她借点也行啊。你们找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。那是我在悬崖上拿命换回来的，我走错一步就摔成肉泥。你们找我要钱去填那个无底洞。爹，杨子，你腿上有伤，你怎么爬过来了？爹，哥错了，
哥以前不是东西，哥被钱蒙了心。这是老翟的房契，我把它抵押给你，你借我900块钱，我给你打欠条，我以后给你干活。老翟已经不值钱了，你给我干活，你这腿还能进山吗？弟，你真要逼死哥吗？有些话我今天说清楚，你们的赡养费我按月给，1个月20块，冬天的炭火、过冬的粮食、看病的钱我全包到底，这是我作为儿子的本分，1分都不会少你们的。但大哥的债，我不替他还，1分都不替。老二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我狠心，我警告了他3次。第一次在木材站大院，我告诉他北坡会雪崩，他骂我吃独食。第2次，若竹帮着我劝，他指着若竹的鼻子骂。第3次，我大清早跑去拦在他的马队前面，他一脚把我踹在泥地里。12个人跟着他进了北坡，现在3个重伤，一辈子站不起来。那是3个活生生的家庭，就因为他的贪心全毁了。我绝不会拿我的血汗钱去填别人的贪心捅出来的窟窿。成年人该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了。这里面是200块钱，买点好炭，买点肉，过年用。老二，这我只能帮一件事儿，明天我去找村长，让他出面帮你跟伤者家属把分期还款的方案定死，不让他们再来砸价。剩下的路你自己拄着拐棍走完，门在那边，走吧。走吧，回家，自己造的孽自己还。饿了吧？有点。坐着，我给你下碗面。拿着。陆老二，你还欠我1碗面呢。我记得。这次我先借你1碗，利息咱们以后慢慢算。行，连本带利，我拿一辈子还。看什么呢？看咱们的地盘。以后这山里的野猪都得绕着你走。过了年，咱们把这间破屋推了，盖3间大瓦房，砖绘的，铺上水泥地，再盖个大牲口棚。盖那么大干嘛？就咱们俩人。以后人会多的。哈哈哈哈哈。